2009年5月16日，云南昭通巧家县英歌村，一个深藏在金沙江边大山里的小村子，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血案。一个19岁的女孩在家门口被人生生掐晕后强奸，又被锄头敲打致死。她3岁的弟弟被同一个人倒提着双脚，头朝下砸在铁门上，活活摔死。杀人者担心2个孩子还没断气，又找来一根绳子，将姐弟俩的脖子勒在一起，确认死亡后才扬长而去。他在作案前3个小时还和家人坐在一起吃午饭。5天后，他在四川向警方自首。2010年7月，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李昌奎死刑，所有人都以为正义就此落定。然而2011年3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审改判死刑缓期2年执行，改判的理由核心只有4个字：自首情节。消息传出，举国哗然。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就在此案2审改判前后，另一个罪犯药家鑫因撞人后连刺数刀致人死亡，同样有自首情节，却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一命换一命的人死了，2命换1命的人却活了。一场关于自首是否等于免死牌、少杀慎杀与杀人偿命孰重孰轻的全民大讨论就此爆发。不到半年后，云南省高院启动再审，改判李昌奎死刑。这是中国司法史上最跌宕起伏的死刑案件之一。今天就请跟随小薇一起走进这起云南李昌奎奸杀案。云南昭通巧家县英歌村，一个深藏在金沙江边大山里的小村子，村民进出要走悬崖峭壁上的裸马路，到县城要4个多小时。在这个闭塞的山村里，有一对特殊的亲戚，李昌奎的母亲与王家飞的母亲是堂兄妹，农忙时节，2家人还会互相帮衬。但这份亲情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孩之间被彻底撕碎了。2007年，比王家飞大10岁的李昌奎去王家提亲，被拒绝了。王家父母明确表态，不同意这门婚事。据李昌奎的哥哥李昌贵说，2人曾在昆明打工时谈过恋爱，但王家否认了这一点，只承认李昌奎提过亲。从此，2家人的关系急转直下。2009年5月14日，一件小事成了导火索。李昌奎的哥哥李昌贵在收取自来水费时多收了王家20元钱，2家人因此发生争吵打架。原在四川西昌打工的李昌奎得知消息，当即从四川赶回英歌村。5月16日中午，村委会正在帮2家人调解纠纷，调解的地点离王家有一段距离，家中只留下19岁的王家飞和3岁的弟弟王家红。13时许，李昌奎出现在王家门口。据一位目击的村民描述，他当时在放牛，看见李昌奎穿着白衣服白鞋子走过来，2人在黄果树下乘凉。之后李昌奎独自离开，没有回家，而是径直朝王家走去。大约半小时后，那位村民路过王家门口时，发现水沟里有一双红色凉鞋。据李昌奎后来的供述，那时他已经杀了王家飞。但真实的过程远比村民看到的更加可怖。李昌奎在王家门口遇见王家飞姐弟，双方随即发生争吵抓打。抓打中，李昌奎将王家飞的裤子撕烂，用手将他掐晕，然后抱到厨房门口实施了强奸。王家飞被强奸后醒来，挣扎着跑向堂屋，李昌奎操起一把锄头砸向他的头部，致其当场倒地。接着他转向猛然无知的3岁男童王家红，他提起孩子的双脚，把头猛撞门框，活活摔死。做完这一切，李昌奎仍然担心2个孩子没死，又找来一根绳子紧紧勒住姐弟俩的脖子，然后他划过金沙江上的飞索，从云南逃至四川。5月20日，也就是案发的4天后，李昌奎走进四川普格县城关派出所投案自首。村子里，王家飞的哥哥王家崇第一个赶回家，他发现前后门都被锁住，翻过1米多高的土墙，看到堂屋里躺着弟弟和妹妹。他颤抖着弯下身子，用手指小心地触碰妹妹的鼻子，
发现人已经断气。王家飞的母亲从外地赶回，看到自己19岁的女儿和3岁的儿子横尸堂屋，当场晕了过去。2010年7月，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李昌奎死刑。判决书写得很清楚，犯罪手段特别凶残，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虽有自首情节，但不足以从轻处罚。同时判赔王家3万元经济损失，这笔钱的大半来自乡政府强制变卖李昌奎准备盖婚房的砖头、钢筋和牛羊。所有人都以为正义就此落定，但李昌奎上诉了，理由只有4个字：量刑过重。2011年3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2审判决书认定，原判事实清楚，定罪准确，但量刑过重。李昌奎有自首情节，认罪悔罪态度好，家属积极赔偿，据此改判死刑，缓期2年执行。死缓意味着什么？在中国司法实践中，死缓一般不会被实际执行死刑，2年后通常会减为无期徒刑。换句话说，李昌奎大概率能活下来。消息传回英歌村，王家人的天塌了。王家飞的哥哥王家崇说，他们写了一份长达6页、按满红手印的请愿书，上面有200多名村民的签名。他们觉得这不是正义，这是把死去的2个孩子从坟墓里再拿出来羞辱一遍。真正把李昌奎案推上舆论风口浪尖的是他与药家鑫案之间那场无法回避的对照。药家鑫，西安音乐学院学生，2010年10月驾车撞倒一名妇女后，连刺数刀致其死亡，后投案自首。2011年4月，一审判处死刑，6月7日被执行死刑。同样是自首，药家鑫杀了1个人，死了；李昌奎杀了2个人，还犯了强奸罪，手段更加恶劣，却活了。网络上几乎是瞬间炸开了锅。身负1命的药家鑫都死了，身负2命的李昌奎竟免死，司法的公信力何在？2个案件被反复对照，有人干脆把李昌奎叫做赛家鑫，赛过药家鑫的意思。更让人唏嘘的是，药家鑫案被害人家属的代理律师王勇后来只收了王家1元钱代理费，接下了李昌奎案的代理。舆论的愤怒如潮水般涌来，网友留言铺天盖地。他活活摔死3岁幼童，极度凶残，泯灭人性。这样的杀人恶魔，谁能保证他刑满释放后不会继续害人？有网友直接截取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若干意见第22条质问：酌情从宽处罚的前提有3：犯罪动机不属恶劣，被害方过错，基于义愤。李昌奎案的哪一条够得上？面对质疑，云南省高院一位副院长向媒体解释，故意杀人案件可以分为2种类型，一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针对不特定对象，社会危害性极大；另一种是由于民间矛盾、婚姻家庭或邻里纠纷引发，针对特定对象，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李昌奎案属于第2种。最高法院要求对此类案件适用死刑要十分慎重，这是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但王家和公众显然不买账，一个被强奸后遭锄头砸死的少女，一个被倒提双脚摔死的3岁幼童，事后还用绳子把2人勒在一起，这样的案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远远超出了邻里纠纷所能解释的范围。在一波又一波的民愤推动下，王家向检察院递交了抗诉申请。2011年6月，云南省检察院向省高院发出检察建议，要求重新审查此案。7月，云南省高院正式决定启动再审。2011年8月22日，再审在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大法庭开庭，从上午8点半一直审到晚上9点20分，旁听席上坐了200多人。再审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与1、2审没有区别，但最关键的一处，对自首情节的效力认定彻底改写。
判决书明确，李昌奎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极大。虽有自首情节，但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撤销二审死缓判决，改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011年9月29日，李昌奎被执行死刑。从2009年5月案发到2011年9月伏法，2年04个月间，李昌奎经历了从死刑到死缓再到死刑的过山车。这起案件之所以引起全国大讨论，并不只是因为它残忍的案件太多了，更深层的原因是它触碰了当代中国司法中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在少杀慎杀和杀人偿命之间，天平到底应该怎么摆？云南省高院的二审改判在法理上并非没有依据。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张远煌当时分析指出，李昌奎有自首情节，认罪悔罪态度好，二审法院判处死缓是依据刑法关于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规定，体现了慎杀少杀的刑事政策精神。然而，如果说自首等于免死金牌，那同样有自首的药家鑫为什么却被判了死刑立即执行？这是公众心中最大的疑问。有法学专家后来复盘两案的差异，药家鑫在作案过程中表现出的主观恶性极其强烈，李昌奎虽然手段同样恶劣，但动机源于邻里纠纷积怨，属于因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激情杀人。相关司法解释确实要求对此类案件适用死刑要十分慎重，但这一次法理的解释没能赢得公众的理解。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8条明确规定，虽然具有自首情节，但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犯罪后果特别严重，被告人主观恶性深，人身危害性大的，可以不从宽处罚。李昌奎案的再审判决恰恰是援引了这条规定。问题在于，同一个人的同一次犯罪，因为对同一套法律规则的不同解读，命运在两份判决书之间被来回拉扯了2次。公众真正看到的是一次令人心惊的判决漂移。司法不应当朝令夕改，这恰恰是法治最核心的底线之一。2011年7月，就在再审程序启动前，云南省高院一位副院长曾在媒体通气会上说，李昌奎案将成为一个标杆，10年后再回过头看，它的意义就会显现出来。14年后的今天，回头再看，它的标杆意义确实显现了。不是因为他给出了一个完美的答案，而是因为他向全社会提出了一个至今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面对一个身负2条人命的杀人犯，少杀慎杀的政策底线到底在哪里？自首是法定从轻情节，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当一个凶手犯下的罪行极端残忍，到了挑战人性底线的程度时，自首这个砝码究竟还有多少分量？庭审结束后，药家鑫案被害人家属的代理律师王勇在博客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我们打赢了官司，但没有人赢了。是啊，一个19岁的女孩和她的3岁弟弟已经无法归来，两家人从至亲反目为世仇。而对公众和司法界来说，这类案件的天平该向何处倾斜，答案仍然模糊不清。但李昌奎案至少让我们看到了一件事儿，自首到底是不是免死牌，不该只由法官在判决书里说了算，也不该只由舆论在热搜里说了算。它应该由一个经过千锤百炼，不断被舆论诘问，不断被真实案例检验的司法体系来决定。而这也许正是那一年这个案子留给今天最值得记住的思考。感谢你收看今天的小薇说案，我是小薇，我们下期再见。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案件解析。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别忘了点赞、订阅小薇说案，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更新。有什么想法或想听的案件，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小薇一起讨论。我们下期再见。